大家好，我是 J， 今天再次来分享我的租屋日常。我刚从菜市场回来，上次的分享呢是水果比较多，那这次我买了比较多的蔬菜，让大家比较一下。好，那这个一个袋子呢，它就是同一个摊贩买的，所以总共是1、2、3、4，然后5，我跟5个摊贩买了不同的东西。那我们就先从香蕉来看。我去的是早市，那我大概是11点半去采购的。这个香蕉1斤19元，这样2串总共是60元。那我刚刚算了一下，总共有16根香蕉，所以一根平均是3.75元。好，接着这个芭乐真的是有够便宜，因为近中午了，老板说他拆掉之后就一定要卖出去，不然就是会坏掉，就不能再卖了。所以它原价6颗是100元。降价到8颗100元，所以这边总共有8颗的芭乐，这样平均1颗是12.5元。快点，快点！来，好，这个上次有提过的玉米笋3盒50元。家乐福可以买到有产销履历的玉米笋，不过1盒要价39元，所以如果喜欢吃玉米笋但想省钱的话呢，不妨走一趟传统市场。好，接着我们看这边买的，这个都是蔬菜。这个花椰菜它卖1颗是50元，其实我看到更便宜的，好像是卖2颗90，所以1颗是45。那但是我想说图方便，跟同一个摊贩买，所以我买了2颗花椰菜，总共是100元。家乐福非有机的2颗是119元。好，那这个小黄瓜呢，前阵子很贵，所以我比较没有再买。小黄瓜现在1斤是65元，这边总共有4条，这样称上去呢，它是35元，所以平均1条大概8.75元。好，接着是这个紫地瓜，它总共有蛮多条的，我没有仔细算。那总之呢，这一袋的紫地瓜它是1包35元，很便宜吧？这边有好多颗。好，接着是我最近想尝试的南瓜，这看起来真的超好吃的，小小一颗。老板说它可以整颗拿进去电锅蒸，整颗都可以吃。那它是卖3个100元，所以这边有3颗小南瓜。所以盘点完之后呢，这边总共是花了480元。接着就可以稍微的整理一下我们的食材。那这个香蕉的详细保存方式，可以请大家参考前几集的影片。这次买了很多的地瓜，有紫地瓜跟红地瓜。这里分享几个地瓜的保存方法给大家参考。大家可以按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方法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买到地瓜之后，我会统一把它们洗一洗、刷一刷，把表面的尘土刷干净。接着用厨房纸巾稍微的擦拭一下。接着我会把它们削皮。那有些人可能会连皮一起吃，那当然也是可以这样，但因为我不是买有机的，然后加上我也没有用蔬果清洁剂，所以我会选择削皮吃。这一集我提供2个我自己常用的方法。第一个是可以比较长效保存的，就是你可以放在冰箱的冷冻备用。那另一种方式呢，就是你可能3天之内就会把它吃完的。噔噔，这个是全部削皮完的地瓜，然后现在我要稍微把它切丁一下，当然不会切得很小，就是方便料理的 size。这个就是切丁之后的地瓜，那我会把它放到保鲜袋里面，放到冷冻库储存起来。那这个用途很广，你可以煮白饭的时候一起加进去白饭里面，就会变成地瓜饭或是地瓜粥。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蒸熟，或是放到微波里面把它煮熟，可以直接吃，非常的方便，而且可以让我们的保存期限拉得比较长一点。那现在我就把它装到这个保鲜袋里面。那我觉得要注意的是，不要一整坨把它放进去，就是尽量是让它可以摊平的。因为如果全部一整坨直接冰到冷冻的话，它有时候就会全部粘在一起，你就会很难把它拆散开来。所以我们要冰到冷冻的时候呢，尽量呢是让它可以
摊平的，就是这样子平平的这样子冰进去。所以冷冻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很像用剥的把它剥开来用。现在我们就把它冰到我的冷冻库里面。现在冷冻库蛮空的，只有毛豆。好，就这样子平平的冰起来。那它冷冻的时候，它可能会彼此粘在一起，但只要平平的冰起来，你要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剥的，才不会说一整坨，然后还要等它退冰这样子。那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如果你会3天内吃完的话，你可以把地瓜直接蒸熟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会切大块一点。接着就可以直接放电锅，我大概外锅会放1杯半的水。现在电锅跳起来了，地瓜已经熟了。那把这个电锅的电源关掉，让它放凉，然后就可以冰到冰箱的冷藏或是冷冻。那如果你是冰冷藏的话呢，建议大家就早点吃完。通常我大概3天以内就会把它吃完。像现在天气很热，我就会直接从冰箱拿出来吃，冰冰凉凉的，很像在吃冰心地瓜一样，可以当点心或是早餐都很方便。现在就来分享一道无油早餐料理。首先是准备芭乐，芭乐很有饱足感，是早餐的好选择。那因为以前矫正牙齿没有办法大口吃水果，所以都养成了把水果切小小的习惯。那这样也真的很方便入口。接着就是把小黄瓜还有玉米笋放入微波炉煮熟。今天这个早餐呢，几乎没有什么厨余，都是很方便料理的食材。放入原本就蒸熟的地瓜，盛盘之后，早餐就完成啦。接着分享贝贝南瓜的料理方式，这个真的超无脑的，直接整颗放到电锅里面就好。我大概放1杯半的水，大概等待15到20分钟之后呢，就可以把这个蒸好的南瓜拿出来，我整颗把它夹出来，非常的烫。接着呢，我就用刀子把它切成2半，超级松软的。然后我就会用汤匙把里面的籽都挖出来。那蒸好的南瓜呢，其实也有很多种吃法。你可以把它切好之后，然后吃不完的放在冷藏。那冰冰的吃呢，也很好吃，就像刚刚地瓜的原理一样。那这样子其实就可以解决一餐了吧，配点水果蔬菜就很饱了，而且南瓜本身又很有营养。最后不免俗的又要来介绍我最常吃的料理，就是马铃薯洋葱炒节瓜。那之前也有做过很多的搭配，炒小黄瓜或是炒其他的花椰菜也都非常的对味。那今天呢，我是用了节瓜。我之所以会这么喜欢这道料理，是因为它备料期间所形成的厨余很少，像是马铃薯，它如果不削皮也可以吃，还有节瓜几乎整条也可以吃。那洋葱的话，顶多一些少少的表皮要去掉，然后毛豆更不用说，它是冷冻的，所以造成的垃圾量很少，很方便。那大家就可以加入一些自己喜欢的调味料，像是我觉得黑胡椒就很适合，还有一些意大利香料，或是甚至孜然粉也不错，大家都可以试着搭配看看。那这个料理呢，也适合带便当，就整个全部装进便当盒就可以带去公司吃了。时间真的过得好快，我第一支影片是在今年6月28号上传的，如今已经迈入快要第3个月了。我觉得拍影片是一个充满乐趣的事情，而且可能平常生活中也没有太多的朋友，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呢，反而觉得还蛮自在的。影片的最后通常会是我的一些心里话，虽然我知道大部分的人可能不会全部看完，不过如果你有看完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